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讨论着 AI。AI 像是新的一轮科技革命，我们可以预想到，它将会创造巨大的价值。那么，现在市面上的那些 AI 公司能够赚到 AI 时代最多的利润吗？情况好像没那么简单。OpenAI 出现了持续的亏损，投资 AI 的甲骨文、谷歌、微软等云厂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。AI 到底是不是泡沫？AI 创造的价值到底会流向何处？我们需要分析模型价值流向。价值流向的核心思想是，创造价值不等于获取利润。在商业竞争中，价值通常会经历创造价值、价值流动、价值捕获，再到价值停留的过程。所以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创造了价值，而是价值最后停留在了哪里。创造价值的人不一定能获得最多的利润。理解价值怎么在产业链中流动，比判断谁创造的价值更加的重要。就比如，铁路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但铁路公司的利润一般。航空业改变了世界，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其利润也一般。电力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，电力行业的利润也一般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各种浏览器几乎都是免费的，钱却被谷歌赚走了。历史似乎一直在重复着一件事：创造价值的人未必能赚到最多的钱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从价值流动的角度看一下 AI 的价值链，分析一下最终价值可能会停留在哪一层。AI 的价值链可以认为就是它的上下游，从 GPU 到云厂商，到基础模型，再到 Agent 的应用，再到企业行业，最后是终端用户。我们先看第一层 GPU。作为卖铲子的人，它的最大优势是人人都需要，并且它还有很高的门槛和资本的壁垒。它在短期内是最赚钱的，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。GPU 并不会带来用户，它没有固定的数据、工作流以及生态。从历史上看，卖铲子的人往往是最早赚到钱的，但他不一定是最赚钱的那一个。GPU 更像是第一阶段的赢家，它的最大优势来源于供给的稀缺，但它需求并非是无限的。随着产业链的成熟，竞争的增加，利润率往往会回归正常水平。它不可能一直保持着超高的利润。别看现在英伟达赚得盆满钵满，一度登顶市值第一，但它后面有着 AMD、谷歌，还有一些 AI 初创公司的自研 GPU 威胁。他们的 GPU 都被用来作为备用替代，或者逼迫英伟达降价的手段。现在英伟达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它的领先地位，直接买断了上游台积电的先进封装，还有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这些公司几年的产能，迫使其他公司即使你有设计，你的产能也很难跟上。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，它的利润终会回归正常水平。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层的云厂商们，甲骨文、谷歌、微软都投资了数百亿建造数据中心，大家都押注着 AI 会带来巨大的价值，因此不断提高自己的资本开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股价并没有如期望的一样上涨，即使近期谷歌拿出了非常优秀的财报水平，因为其自由现金流出现了负数，其股价不涨反跌。这个押注需要时间来证伪。云厂商们的优势在于具有规模效应。每一家公司都自己部署 AI 的话，它需要购买 GPU，需要维护机房，需要处理网络和运维，而交给云厂商可以节省一大部分成本。因此，如果 AI 能够成为基础设施，那么云就有可能成为 AI 时代的收费站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收费站可能修得太贵。如果未来 AI 的利润下跌，它的成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收回来。因此，这里保留意见，它有可能是未来赚到主要利润的那一层。
让我们的目光直接移向下一层基础模型。目前的御三家 OpenAI、Anthropic 还有 Gemini， 他们是 AI 价值链上的主要价值创造者。他们的优势在于有极高的议价权、极高的资本门槛，有着 AI 价值链中最核心的技术。但随着模型越来越强，推理的成本并没有显著的下降，反而每一次推理都要烧钱。它的成本和利润呈现出了线性增长，这和开发一次卖100次的传统软件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并且同时，他们还面临着产品同质化的问题。当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接近时，竞争就容易变成价格竞争，而价格竞争总会压缩利润率。因此，很显然，价值捕获出现在这一层的概率并不高。然后是传统软件层，我们可以看到 Adobe 的股价一波三折，市场焦虑 Adobe 会不会被 AI 杀死，又觉得 AI 可能是增强它而不是杀死它。因为以前需要 Photoshop 几十步才能够完成的任务，现在一句提示词可能就完成了。未来的用户很难去学习需要几十步才能完成的专业软件，而不使用一句提示词就能够完成的 AI 软件，即使它的效果可能有一点点偏差。于是 Adobe 推出了自己的 AI 软件，但是它的 AI 软件在学习了它的内部素材库和使用方法之后，也可能会反过来吞噬它的专业软件。而 AI 原生软件同样面临着它自己的问题。Cursor 验证了编程市场的可行性，但是它为了编程而做的大量设计，在后期 Cloud Code 等模型的迭代原生支持了。理论上 AI 能做到软件所能做的所有事情，那么他们如何构建不会被 AI 能力提升所替代的软件能力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。但即使如此，在 AI 层面还是存在着一次开发多次使用的巨大杠杆，还是有着较高的概率出现价值捕获。我们将其列为候选。最后是医疗、金融、法律这些终端行业，这是我认为最有可能出现价值捕获的一层。像医院几十年的病例、律师事务所的案例、保险金融公司的风控数据，都是买不到的。这些独立数据、独立工作流加 AI 是目前最可以预见的壁垒。2026年4月，兼任 Anthropic Labs 负责人的最高产品官 Mike 突然宣布辞去了 Figma 的董事会职务，理由是回避潜在的利益冲突。然后在3天后 ，Anthropic 就推出了独立产品 Cloud Design，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直接生成 UI 设计、PPT 和网页。在推出的当天 ，Figma 的股价下跌了7%。Figma 原本是 Anthropic 的核心用户和深度合作伙伴，它的底层 AI 功能大量使用了 Cloud 的模型，这引起了激烈的讨论。你付钱给的大模型厂商，让他们通过 API 学习了你的专业工作流模式，还有系统数据，他们转头就能用你的数据推出一个原生应用来替换掉你，用接口使用权换取行业的经验，最后培养出了你的竞争对手。这成了目前 AI 上层应用和开发者的信任危机。总的来说 ，AI 让技术壁垒变低，让相对的数据壁垒变高。但 AI 可以学习的是公开知识。对于医院每天新增的病例、企业每天新增的数据和公司几十年的流程，这些不断更新、不断产生的动态数据，比静态数据更难复制。所以我们最终认为，最有可能出现价值捕获的几层分别是企业行业层、AI 原生应用层、云厂商层。关于 AI 是不是泡沫，取决于我们对它的预期。如果我们对价值捕获的某一层的预期与实际差距过大，那么它就有可能是泡沫。反之，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它的价值。从价值流向上看，改变世界的技术不一定有着最大的利润。
10年后赚走最多利润的公司，可能不是目前市场上的任何一家。技术决定了世界会发生什么，但价值流向决定了谁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、订阅，鼓励一下，这能激励我做更多有价值的视频。